年過60，子女不孝，資產50萬，點樣安排退休？長者夫婦2個人住私樓，只有70萬，坐食山崩，響香港退休點算？50歲人完全冇儲蓄，又應該點樣開始規劃退休先好呢？大家好，歡迎收睇 N TV， 我係不了。2年幾前40歲財務自由，提早退休。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香港基層長者退休安排。上星期收到一位網友 B 先生嘅留言，佢話獨居長者年過60，子女不孝，資產50萬，冇物業，可能向香港存在大部分呢一類型，可以指導一下嗎？的確，香港存在唔少呢一類型基層人士，唔太識點樣處理退休嘅財務安排。今集不了就會代入呢一位網友嘅情況，分享點樣善用香港政府嘅退休福利配套，包括長者公屋、退休三保等，以達至安心退休。仲會睇睇2人家庭嘅情況，同埋一位只係擁有10幾萬嘅67歲長者成功申請長者公屋嘅真實案例。不了將會進一步探討，依家50或者55歲，收入唔高而且完全冇儲蓄嘅人，應該點樣規劃退休？呢一集內容含金量極高，唔睇到最後絕對係你嘅損失，因為你都想退休生活得更加好，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免責聲明，本片只係學術分享，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不了同埋家人亦並冇申請過退休三保或者長者生活津貼等福利，所以只能夠以網上嘅資訊盡量為大家分析，亦都唔保證內容100%正確。大家記住自己做足功課，自行向有關當局了解詳情，再作任何行動。另外，申請任何政府福利務必合法合規，如實申報。今集將會分為6個部分。第一，社會福利同埋50萬資產單身長者嘅情況。第二，擁有70萬資產長者夫婦2人嘅情況。第三，擁有10幾萬元長者申請公屋嘅真實案例分享。第四，假如超出申請限額，點做好呢？第五，50到55歲仍然冇儲蓄，點樣做退休規劃？第六，必須要睇嘅總結。第一部分，社會福利同埋單身長者嘅情況。向香港，政府近年推出咗唔少幫助長者退休嘅方案同埋政策，例如政府年金、安老按揭、保單型按揭、合稱退休三保。之前推出嘅長者退休系列亦都提及過好多相關嘅資訊，加上政府嘅退休福利，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2蚊乘車優惠、醫療券等等。不了認為，學會 N TV 所講嘅基本理財同埋靈活善用，退休之後即使資產唔多，亦都能夠有基本嘅生活保障。翻到案例，年過60，資產50萬，冇物業嘅情況，我哋一步步去睇下點樣幫網友 B 做到收支平衡，長用長有。1. 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因為香港嘅住屋實在太貴，所以第一樣要解決嘅就係住屋問題。先了解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申請者除咗需要符合公屋申請嘅基本申請資格之外，亦必須年滿58歲，向配屋嘅時候就必須年滿60歲。2024年嘅入息同埋淨資產限額如下：1人同埋2人嘅長者家庭淨資產限額分別為572000同埋774,000蚊，入息限額分別為12,940蚊同埋19,730蚊。假設 B 先生現時冇收入，資產50萬，其實已經符合申請資格。如果一般類似嘅情況個案，因為由申請到配屋可能需要2到4年甚至更長，當然越早申請越好啦，即係58歲馬上申請就最好啦。2. 政府年金加長者生活津貼。長者生活津貼係俾退休金唔多嘅長者增加每個月嘅現金流最好嘅福利。2024年，一個人每個月嘅津貼金額為4195蚊，夫婦2人係8390蚊。資格需年滿65歲或者以上，其他限制可以睇我之前嘅影片，或者到網站自己睇睇。入息同埋資產淨值限額如下：1人同埋夫婦2人長者家庭嘅資產淨值限額分別為40,010,000蚊同埋60,008,000蚊，入息限額分別為10,710蚊同埋16,330蚊。B 先生自稱年過60，我分2種情況嚟講：65歲前同埋65歲後。第一種情況，假設 B 先生65歲，咁佢就已經合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啦。B 先生獨居，而且有50萬資產，以40,100,000呢個申請限額計算，即係多出咗大約10萬蚊。
由於長者生活津貼資產部分係豁免香港年金計劃嘅投保保費金額嘅，所以 B 先生可以考慮將10萬蚊放到去政府年金。近來年金公司推出咗終身加碼月享推廣，優惠期內申請比之前多出25% 嘅年金，用10萬蚊買入政府年金就可以得到第一筆現金流725蚊嘅每月年金。之後 B 先生就能夠符合長者生活津貼40萬1千嘅資產限額，成功申請就可以得到第二筆嘅現金流長生津嘅每月4195蚊。呢個時候 B 先生手上仍然有40萬嘅備用金，可以將30萬放到去定期存款或者銀色債券之類。最近2年定期存款都有4厘以上，一般小額亦都有3.5厘或者以上。銀行新開戶更有其他嘅高息優惠，不料用3.6厘去計，30萬每個月就能夠得到第3筆嘅現金流，定存嘅每個月900蚊。所以年金、長生津、定期存款加起嚟每個月就有725蚊，加4195蚊，加900蚊，就有5820蚊，已經接近6000蚊嘅每個月被動收入啦。慳啲使嘅話，我諗5000蚊應該足夠基本生活，包括住。網上話簡約公屋1到2人單位面積140平方尺，每個月租金740蚊。不料假設1人公屋月租740到1000蚊啦，咁樣粗略計算，每個月仲剩低4800蚊到5000蚊做生活費。食慳一啲，一日100蚊應該有找，一個月3000蚊或者以下。行，長者有2蚊乘車優惠。醫，長者呢一方面開支應該唔多。醫療，每年有2000蚊嘅醫療券，大病嘅話就去公立醫院。其他使費1000蚊，所以解決住屋問題之後，每個月5000蚊左右嘅生活費，應該已經能夠達至收支基本平衡，達至長用長有。呢度有2點備注。備注1，編配公屋之前嘅租金開支，因為申請公屋需時，租住私樓或者劏房亦都需要一定嘅租金，所以定期存款900蚊可能因為資產減少而減少，但係應該影響唔大。調查顯示，接近20%受訪者需要同其他住戶共用廚廁，其劏房租金中位數係2650蚊。我假設住好一啲，月租5000到7000蚊左右嘅地方，一年租金6萬蚊到8萬4千蚊，3年就係18萬到25萬2千蚊。如果順利3年內成功申請公屋，40萬扣除3年租金，手上仍然會有約15萬到22萬嘅備用現金。備注2，長遠通脹，長者生活津貼每年按通脹調整，而且有時候一年會額外派多半個月糧。慳啲使嘅話，減少一啲食物開支，量入為出，每個月剩翻嘅錢亦都可以儲翻起，應該勉強可以應付到未來嘅通脹。3，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如果申請公屋3年內仍未分配房屋，政府有一個叫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不過計劃暫時只到2025年6月，政府適時會再作檢討。申請資格為正輪候公屋嘅一般申請住戶，包括2人或者以上嘅申請住戶，或者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嘅申請者。其他要求包括已輪候公屋超過3年，居於香港但並非居於公營房屋，冇領取綜援等等。詳情請自行細看。成功申請1人同埋2人夫婦每月津貼為1300蚊同埋2250蚊，即係每個月生活費由5820蚊增加到7120蚊。呢個時候每個月嘅被動收入就可以支持租金嘅支出，但係財富可用年期就只係剩翻3年左右。如果申請公屋6年仍然未分配到公屋，就可能會出現冇晒錢嘅問題。所以到時候必須要考慮做一啲兼職工作，每個月至少賺翻5000蚊嘅生活費，令到收支平衡，而且有15到20萬嘅備用現金，咁就應該冇太大嘅問題啦。但係到68歲揾工作可能會有啲困難，所以可以選擇一開始65歲就延遲退休，選擇輕鬆一啲嘅工作。由於長生津入息限額會計算年金入息部分，即係10710蚊減725蚊，等於9985蚊。揾一份符合長者生活津貼收入限制嘅全職或者兼職工作，即係5000到9000蚊嘅工作，咁就更加安全啦。65歲要揾一份輕鬆月入5000蚊嘅兼職，應該仲係有嘅。當然，你要確保申請到公屋嘅時候唔超過資產限額。小結：
所以如果 B 先生已經65歲，擁有50萬資產，因應情況揾一份小兼職，申請到公屋嘅話，慳一啲使，應該可以勉強足夠退休生活到老。B 先生嘅情況只能夠見步行步，睇餸食飯。而以上所有做法嘅大前提係，政府嘅福利政策之後唔會變差或者收緊，例如延遲長生津或者長者公屋合資格申請年齡，或者收緊申請資格等等。如果有任何改變，會帶嚟不利嘅影響。不過肉隨砧板上，到時唯有隨機應變。第二種情況，假設 B 先生未到65歲，例如只有62歲，未符合長者生活津貼申請資格，咁樣申請公屋嘅計劃仍然一樣，但係比啱啱65歲嘅情況，差別係62歲到65歲中間呢3年每個月少咗長者生活津貼嘅4195蚊，所以呢一個情況最好都係揾到一份兼顧到健康嘅兼職或者全職，月入5000到9000蚊，但係較輕鬆嘅工作去支持生活，直到65歲。第二部分，擁有70萬資產長者夫婦二人嘅情況，其實長者夫婦二人嘅情況嘅做法亦都大同小異，只係金額唔同。假設夫婦二人58歲，甚至60或者65歲，租住私樓，擁有70萬，冇收入。由於淨資產70萬同埋0蚊收入，低於長者公屋嘅申請資格，即係淨資產同埋收入限制分別係774000同埋19730蚊，可以先申請長者公屋，到65歲嘅時候申請埋長者生活津貼。淨資產同埋收入限制分別為608000同埋16330蚊。假如現年65歲，有70萬淨資產，多出嚟嘅約10萬蚊，就可以買入政府年金，就可以得到第一筆嘅現金流，725蚊嘅每月年金。剩低60萬，符合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得到第二筆嘅現金流，每個月2個人嘅長生津8390蚊。之後再將60萬當中嘅50萬做短期嘅定期存款，3.6厘，就可以得到第三筆嘅現金流，每月大約1500蚊。所以年金加長生津加定期存款，每個月就有725蚊加8390蚊，再加1500蚊，等於10615蚊，已經係超過1萬蚊嘅每月被動收入啦。唔計住屋方面，應該足夠2個人嘅基本生活有餘，比起 B 先生1個人嘅情況更加輕鬆，能夠做到收支平衡。假設租住一般身價200幾尺嘅私樓，每個月1萬蚊租金左右，先撇除一啲通脹以簡化計算，一年12萬，手上嘅60萬就可以大概支持5年左右，財富可用年期就係5年，同 B 先生一人嘅情況類似。3年後可以申請到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嘅話，2個人2250蚊。而為咗避免5年後仍然未編配到公屋嘅風險，夫婦亦都可以先做一啲輕鬆嘅兼職，直到分配公屋之前，只要2個人目標揾到加起嚟1萬蚊左右嘅薪金支付租金，公屋到手之後仍然有60萬嘅現金同埋每個月超過1萬蚊嘅被動收入，慳啲使嘅話，應該可以達至長用長有，退休到老。第三部分，擁有10幾萬元嘅長者申請公屋嘅真實案例分享。網友 C 2日前喺 NGTV 留言，分享自己63歲時申請長者公屋嘅經驗，基本上同不料響第35集置頂留言嘅留港方案好相似。網友 C 回應另外一位網友話，咁你咪揾份入息合乎申請公屋資格嘅工作咯，做人要識得變通先得噶嘛。我今年67歲啦，我得10幾萬儲蓄，所以我攞到長生津4190蚊。我又響深水埗租到一個劏房，每個月5000蚊租金。我租房嘅時候，業主冇問過我攞入息證明啊，只要我俾1個月上期1000蚊嘅水電按金，跟住交埋5000蚊嘅租金就得啦。我仲有去做兼職，替假保安員，每個月做15日，每日做8個鐘，每個月就有8000幾蚊。我4年前申請公屋，啱啱今年6月收到通知，房屋處有屋編配俾我啦，真係好開心啊！你都應該好好鋪排自己嘅將來啊，樂觀啲，加油！老人只要有健康，就已經係人生嘅大贏家啦。我去做兼職替假保安，1個月亦都有8000幾蚊收入，加埋長生津嘅4195蚊，亦都夠我生活同埋交租啦。依家分配到公屋係屯門嘅青田村新樓嚟噶，每個月890蚊嘅租金。不料恭喜網友 C 成功編配公屋。第四部分，假如超出申請限額，點做好呢？你可能會問，假如超出申請嘅淨資產或者收入限額，點算好呢？有人話，
有公屋比起中六合彩更加好。從財務角度或者長遠現金流嚟睇，放棄一啲資產或者收入去申請公屋絕對係值得嘅。一、公屋申請，以單身長者嘅情況為例，假如好似之前第35集 Susan 擁有70萬嘅淨資產，高於公屋57萬2千嘅申請限額嘅情況，可以點做呢？最簡單嘅方法當然係用咗佢啦，直到合資格申請為止。但係不料再細心諗一諗，由遞交表格到編配到公屋，網上資料話平均需要3.9年，而長者要租住私樓一般要比年輕人困難，好多時候要預繳1年甚至2年租金，業主先至安心租俾長者居住。假設租金1個月6000蚊，假如 Susan 將2年嘅租金，即係14萬4千蚊，預繳俾咗業主，錢已經俾咗業主，而明顯唔屬於 Susan 嘅。Susan 剩翻嘅55萬6千蚊，低於申請長者公屋嘅57萬2千蚊嘅限額。如實申報55萬6千蚊嘅淨資產，係咪已經符合申請公屋嘅資格呢？不料睇公屋嘅申請須知，資產部分亦都揾唔到相關嘅條文。直觀地諗，如果申請嘅時候，銀行戶口突然少咗10幾萬而合乎申請資格，有關審批嘅人員應該會問呢一筆轉賬支出係啲咩啩？再極端一啲嘅情況，如果有啲長者好似第25集嘅日本男一樣，唔中意用銀行戶口，淨係中意將啲錢囤喺屋企嘅人又點樣呢？或者如果業主需要預繳更長嘅年期先至肯租俾長者，涉及更多嘅租金呢？例如擁有資產90萬，而一般5年之內已經能夠編配到公屋，一次預繳5年租金36萬俾業主，剩低嘅54萬符唔符合申請公屋嘅資格呢？實在有太多唔同複雜嘅情況啦，不料唔係呢一方面嘅專家，我亦都唔肯定呢一啲唔同情況嘅合理預繳係咪合乎申請資格。大家請自行做足功課，問一問有關當局。切記，申請嘅時候務必合法合規。如果有網友或者專家知道答案，不妨留言分享俾不料同埋俾大家知道。正如網友詩咁講，做人要識得變通先得噶嘛，窮則變，變則通，多諗啲方法，一定會有啲出路。不料覺得如果63歲嘅時候只有10幾萬資產嘅長者，網友詩亦都能夠積極快樂生活，大家冇理由唔可以嘅。2、長者生活津貼申請，同樣道理，超出長者生活津貼資產限額，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購買政府年金，令到自己符合申請資格。呢個亦都係政府鼓勵大家做嘅做法，合法合規。之前本台好多影片亦都分享過相關嘅做法，未睇嘅可以去睇下。第5部分，50到55歲仍然係冇儲蓄，點樣做退休規劃？由網友 B、網友 C 嘅個案，同埋不料對2人家庭，仲有擁有更多資產人士嘅推演，大家已經睇到，由只有10幾萬資產到50萬或者更多資產嘅長者，大致點樣可以處理，以至最終達至收支平衡，長用長有。大家諗一諗啊，如果網友 B 只有50萬，只要延遲退休揾份小兼職，做多3年左右，等待編配到公屋之後，單靠被動收入亦都能夠達至收支平衡，相對安心過退休生活。咁樣資產多過50萬嘅人，仲有啲乜嘢必要過分擔心呢？譬如擁有100萬、200萬甚至更多錢嘅人，應該比網友 B 擁有更多嘅方法，更豐盛、更幸福先至係，唔使過分焦慮。退休之後過分擔心金錢，絕對係會影響健康噶。呢一部分我哋再回頭推演一下，假如現時50到55歲仍然係冇儲蓄，應該點樣安排退休？不料響第69集提及過，到50歲如果投資多年仍然唔如意，賺唔到錢，可能係個性唔適合。50歲之後就要轉趨保守，唔好再做高風險嘅投資。相反，保守儲蓄，配以政府嘅退休同埋福利政策，亦都可以安享晚年。咁50歲甚至55歲先至開始準備退休金，會唔會太遲呢？我哋不妨就以網友 B 嘅50萬資產同埋夫婦2人嘅70萬資產為目標。假設我哋嘅退休年齡係65歲，目標一個人擁有50萬嘅資產，2個人擁有70萬嘅資產。由50歲到65歲仍然有15年嘅時間，要儲50萬，即係每年要儲33,300蚊，每個月儲2777蚊。儲蓄按每年通脹增加，難唔難呢？應該唔難啩。以入息中位數2萬蚊多啲嚟計，一般人依家月入15,000到2萬蚊應該唔係問題。將15,000蚊嘅收入儲蓄2成，就已經係3000蚊啦。
到第二年人工同埋通脹加咗2%，儲蓄亦增加2%，即係每月儲3060蚊，如此類推，到65歲嘅時候應該能夠儲多過50萬。假如你可以慳一啲嘅話，儲蓄率做到50%，退休就有更多選擇啦。如果依家55歲，只有10年時間，每年要儲5萬蚊，每個月就要儲4166蚊，按通脹增加儲蓄4000幾蚊，對於月入15000蚊嘅你，都只係30%左右，亦都唔係好難實行。二人家庭嘅情況就更加輕鬆啦，2個人目標70萬，即係每個人35萬嘅目標。50歲開始，夫婦每人每個月儲1944蚊；55歲開始，夫婦每人每月儲2916蚊，按通脹增加儲蓄就可以達到，係咪好難呢？一啲都唔難。不過不料必須提出呢一個規劃嘅一啲風險事項。第一，你可能會因為患病、被裁員提早被退休而無法完成計劃。第二，政府福利政策未來可能有變。第三，響退休之前俾人亂投資等損失，而令到你冇辦法完成計劃。咁點樣預防？請睇翻第69集。所以不如先苦後甜，趁年輕50歲嘅時候辛苦一啲，儲蓄比例高一啲，做一啲達成目標，到65歲儲多一啲錢，絕對唔會有問題，只會更加豐盛。多出嘅10萬蚊可以買啲冇儲蓄成分嘅醫療保險或者意外保險，或者去一啲小旅行，令人生更豐盛。不料提到依家好多人最大嘅問題係冇儲蓄嘅習慣，或者完全對退休冇規劃。可能佢哋心諗，反正都儲唔到錢，不如用咗佢啦。但係呢一種嘅諗法可能會導致未來長遠嘅痛苦。其實只要有簡單嘅規劃，積極開始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第三步，一步一腳印，每一步守住本金，一步步向前行，就好似登山一樣。一段時間之後回頭睇，原來自己已經行到好遠，已經上到山腰甚至山頂，而可能身邊嘅人仍然係月光族，原地踏步，仍然響山腳。不料呢一部分係鼓勵大家規劃退休同埋儲蓄。當你習慣儲蓄，睇到一啲成果，就能夠輕易地越儲越多，最後更加可能儲到100萬或者以上，比起第一日嘅設定50萬嘅目標仲要多。不料又要創作金句俾大家：有心唔怕遲，最怕你唔開始。跟我再讀一次：有心唔怕遲，最怕你唔開始。第6部分必須要睇嘅總結。今集不料對住響香港50到65歲，收入同埋資產唔高嘅人，包括單身同埋2人家庭，提出咗一啲實際可行嘅退休改善財務方法，亦都提出想達到基本退休生活，50歲先至開始亦都唔遲，而且實行上亦都唔困難。最重要係大家要開始退休規劃同埋儲蓄，改變同埋踏出第一步。雖然不料分享咗好多點樣善用福利嘅資訊，但係我唔希望俾大家一個錯誤嘅印象，未來單靠政府嘅福利就夠啦。未來點樣，你同我都唔知道，係咪？所以我仲係建議大家趁年輕有能力就盡可能靠自己儲多啲儲備，爭取更多人生嘅可能性，將財務同埋命運掌握翻響自己嘅手入面。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祝各位身體健康，退休生活愉快。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支持不料創作嘅善長仁翁可以俾我一個超級感謝。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